突袭库尔斯克的第3天，占领400平方公里俄领土，乌军两面夹击库尔斯克核电站。俄利佩茨克机场剧烈爆炸，乌军进攻阻力消失。乌军第53旅强势反击，夺回纽约村阵地。各方开始思考允许乌克兰以任何方式战斗，是否可以真的加速战争的结束。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对库尔斯克的闪电战已占领该地区超过400平方里领土，并开始构筑工事，继续加大资源投入。据战区 Riba 频道报道称，在库尔斯克战斗的乌军人数已超过2000人，其分属于乌军第22旅、第54旅、82旅、88旅、61旅等至少10个部队。在8日战斗中，俄国防部虽然坚称其部队已阻止乌军攻势，但火力军结合一些俄军事博主言论发现，乌军正通过电子战切断俄军通讯的方式掩盖部队调动，如今已成功突破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地区耗时2年半、耗资150亿卢布修建的2道防线，正在距离边境以北30多公里的克罗姆斯基村作战，而俄军因缺乏足够兵力，根本无法进行有效防守。更重要的是，据俄方消息称，乌军前线战斗的地方距离库尔斯克核电站所在的利戈夫仅仅只有13公里距离，到雷尔斯克20公里，到库尔恰托夫不到30公里。如果乌军全程机动，不到1小时就可抵达库尔斯克核电站。此外，有视频显示，乌军已经在雷尔斯克用远程火力摧毁了俄军一支装甲纵队，且俄罗斯已经下令对当地居民进行疏散。可见，乌军接下来是打算从雷尔斯克一侧和苏贾一侧对库尔斯克核电站发动两面夹击。乌军仅数千人3天便占领了400平方公里的库尔斯克领土，而俄军3万人在哈尔科夫打了3个多月才深入5到7公里，就再也无法推进了。相比之下，足以说明俄罗斯本土防御空虚严重。据悉，俄军正从比尔格罗德抽调4000名士兵，从沃夫昌斯克抽调1个残旅，从乌东前线抽调2200名士兵，合计约1万人，将其调往库尔斯克地区，来试图驱逐乌军。不过，抽调部队至少需要1周的时间，因此普京于8月8日和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举行视频会议，敦促他表现出勇气，其意思大概是让他坚守1个星期。大家认为，仅靠库尔斯克州州长的勇气能抵挡乌军前进的步伐吗？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乌军屏蔽了自身的信息，目前网络上几乎所有关于库尔斯克行动的信息均来自俄罗斯媒体、当地居民以及专家的分析。在战斗人员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除了正规军参战外，双方都获得了外部势力的帮助，如俄罗斯有不战而逃的瓦格纳，乌克兰则有与之合作的格鲁吉亚军团。在武器装备方面，乌军出动了大量印有独特白色三角形的苏系和北约装甲车辆，并在库尔斯克道路上肆意机动，其中还包括有德国的豹式坦克。对此，德国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马库斯·法伯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是合法的，可以促使俄罗斯结束俄乌战争。他称，军援武器移交后，这些武器就是乌克兰的武器，因此豹式坦克出现在库尔斯克并不是问题。在库尔斯克被袭击后，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再次发出威胁，称俄军有必要攻击敖德萨、哈尔科夫、基辅乃至更远的地方。只不过现实让梅德韦杰夫的威胁再次成了笑话。如有消息称，乌军正在向库尔斯克注入增援部队，而且乌军22机械化旅已经控制了利戈夫、苏贾、比尔格罗德铁路线，乌军正通过该铁路源源不断地向苏贾镇运送大量物资，以支持前线战斗。此外，乌军在控制该铁路线后，其也切断了俄罗斯对哈尔科夫俄军的补给，给俄北方集团军施加压力。且有越来越多的俄频道开始担心，除了库尔斯克，乌军接下来还会向比尔格罗德发起进攻，因为乌军正在与比尔格罗德地区接壤的边境进行大规模集结。至于大家关心的乌军能否守住库尔斯克占领区的问题，对乌克兰而言，无论哪种结果都是有利的。如果乌军能长期占领，会为以后的和平谈判创造有利条件。毕竟乌军3天所占领的领土，就比俄军过去半年夺取的领土总和还要多。若是不能长期占领，乌军也能在迫使俄军频繁调动，在分散和消耗俄军战略资源的同时，打破俄军自认为俄本土永不会遭到地面进攻的神话。此次乌克兰出动正规军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是俄本土自2战后近80年来首次遭他国正规军攻击。但对俄罗斯而言，无论是哪种结果，都已使俄罗斯陷入尴尬境地。其发起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不仅没能保护俄民众，反而导致俄本土遭受袭击，流失数百平方公里。更重要的是，在11月美国大选前，拜登政府很可能会适当放宽某些限制，乌军也将在近几个月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
美媒报道称，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似乎比预期更为成功。乌克兰官员现在正要求美国允许他们使用远程 ATACMS 来打击俄罗斯的机场。在大家的目光被吸引在库尔斯克时，乌军无人机奔袭330公里空袭俄罗斯利佩茨克机场，并发生剧烈爆炸。据俄新社塔斯社的报道显示，8月9日凌晨1点46分，距离乌克兰边境331公里的利佩茨克地区拉响了空中警报，警告利佩茨克市及其所在地区面临无人机袭击的威胁。到了凌晨3点14分，该地区州长阿塔莫诺夫通过 Telegram 宣布，利佩茨克遭到大规模乌军无人机袭击。虽然俄罗斯媒体一如既往地声称击退了乌军袭击，但阿塔莫诺夫在后来报告中称，爆炸虽发生在远离民用建筑的地方，但据初步统计，有6人在袭击中受伤，当地电力设施也遭到损坏，供电中断。驻扎多架米格29、苏34、苏25以及2架苏57的利佩茨克机场也发生剧烈爆炸，并引发大火，疑似是乌军无人机袭击制导航空炸弹仓库导致。俄军战机已经无法空袭正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部队，目前该机场附近4个定居点的居民已被疏散，相关损失仍在澄清中。同一时刻，据俄国防部报道，其防空部队在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利佩茨克、库尔斯克等俄罗斯多地拦截了75架乌军无人机，其中别格罗德舍别基诺的俄军事基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此外，3架乌军无人机、3艘无人艇以及1枚海王星导弹还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叶夫帕托里亚等地，目前相关损失也在澄清中。乌军不仅突袭库尔斯克，还加大对克里米亚和其他俄本土的导弹、无人机袭击，给人一种遍地开花，让俄军无暇顾及的感觉。回到乌克兰战场，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的攻势已经连续2天低于100次，可见乌军通过库尔斯克行动转移前线压力的战术已取得初步成效。在托列茨克方向有个好消息，昨日纽约村被俄军插旗的地点如今已改为灰色地带，俄军并未取得控制。在8日战斗中，俄军在空中火力的支援下，向该方向的乌军阵地发动了8次袭击，但遭到了轮换的乌军第53机械化旅的强势反击，不仅击退了俄军攻势，重新夺回了阵地，还利用无人机移除了纽约村学校上空的俄罗斯国旗，并重新升起了乌克兰国旗。原本驻守的乌军第41机械化旅则退出休整。在红军村方向，俄军于8日发起了20次突袭行动，最终在损失200多名士兵、6套火炮系统、4辆装甲坦克以及4套特种装备后，部分俄军成功突破乌军第2道防线，抵达格罗季夫卡郊区，并确认占领了瑟维勒、谢尔西耶夫卡以及大部分热兰涅地区。哈尔科夫北部的阵地战仍在进行，在沃夫昌斯克，昨日俄军发动了6次突击，伤亡了75名士兵和损失了数十辆战车和无人机，但战线并无太大变化。不过，据哈尔科夫集团军8月8日报告称，俄军将一支神秘部队从卢甘斯克州转移至沃夫昌斯克方向，不知道是不是用来接替视频开头提到的哈尔科夫残旅部队的任务。在卢甘斯克战区，8月8日，俄军继续沿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夫、克雷明纳县开展进攻行动，但进攻规模不大，双方互有伤亡。近期唯一较大的战果，据传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对驻守博赫达尼夫卡附近的俄第51空降团第2营的指挥所进行精准打击，杀死了该营的指挥官和几名高级官员。在乌南，乌俄双方继续在扎波罗热州西部的罗伯基涅附近和其东北部的小托克马克附近进行地面攻击。俄第61海军步兵旅的士兵则继续在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上活动，但并无太大进展。总之，在8日战斗中，乌军造成俄军死伤1140人，摧毁了2辆坦克、9辆装甲车、36门火炮系统。ISW、法国国防部、英国情报部门等各方组织机构都对乌军突袭库尔斯克的战果感到惊讶。他们开始思考，允许乌克兰以任何方式战斗，是否可以真的加速战争的结束。同时，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也再次强调，这场战争将以完全恢复领土完整，达到1991年的边界而结束。他认为，如果战争拖到2025年夏天，俄罗斯要么停止这一切，要么宣布大规模动员。对此，大家又是什么看法？近日，韩国向波兰交付了第2批起亚轻型战术车，总计14辆，而第1批已于今年4月完成交付。据悉，这2次交付行动源于波兰和韩国去年签署的车辆采购合同。根据合同内容，波兰将向韩国采购约400辆 KLTV， 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预计在2024年到2030年之间交付。KLTV 于2015年首次亮相，于2016年6月正式量产。
它是韩国起亚汽车生产的第3代多功能车。KRTV 最初是与韩国国防部合作开发的，旨在满足韩国武装部队的需求。它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任务需求定制不同的版本，包括标准版、长轴距版、装甲版和武装版。该车最高时速130公里每小时，续航里程600公里。它的所有版本都能够在各种环境中保持较好的机动性，且能够完成一系列任务，包括部队运输、巡逻、指挥和控制、侦察和后勤行动等。鉴于 KRTV 的优异性能，再加上波兰一直想要打造欧洲最强陆军，所以波兰引进了该车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已经交付的 KRTV， 波兰都会对其进行本土化改装，并重新命名为 LPR。每辆 LPR 车辆都配备了符合北约标准的装甲保护驾驶舱，可抵御常规弹药射击，还配备有225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和8速自动变速器，并可以加装一个开放式旋转炮塔，进一步提升了战车的整体性能。近段时间，为反制乌克兰无人机战术，俄罗斯新推出了新款反无人机系统，其中一款名为洛里。该雷达系统由俄罗斯科技公司开发，主要用来监测和跟踪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根据官方图片显示，该雷达整体外观相当简单，主要元件是巨型天线结构，也可能采用相控天线阵列的形式。雷达机身上有一组连接器，用于连接电源和操作员控制台。它的最大检测范围为10公里，跟踪目标的最大速度为200公里每小时。至于其他数据，Erlias 公司并没有过多披露。目前，洛里雷达仍处于设计阶段，预计成品测试将在几个月后开始。还有一款名为 SERP-VS6D， 该系统由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研制，它将先进的电子战能力与能够识别 FPV 无人机等的高精度探测器相结合。在严格的测试中， SERP-VS6D 对反制无人机攻击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而且该系统还具有极高的便携性，能够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部署并投入使用，既可安装在固定平台上，也可以安装在移动平台上，且能够集成多个单元，从而在大面积区域内提供全面保护。今年8月5日，拉脱维亚国家武装部队接收了第一辆本土生产的帕里亚特 6x6 装甲运兵车。该装甲车于2018年巴黎防务展会上首次亮相，由芬兰国防工业公司研制。它基于帕特里亚 AMW 装甲车的底盘改进而来，旨在满足现代战场对模块化、高性能和成本效益的需求。拉脱维亚采购帕特里亚装甲车的计划最早签署于2021年。当时其国防部订购了200多辆，计划于2029年实现全面交付。在此期间，该采购计划不断延伸，并启动了帕特里亚装甲车新系列的研发方案。该方案允许当地工业共同参与，久而久之便建立起了一个相当完善的供应链。到了今年5月，芬兰和拉脱维亚在瓦尔米耶拉开设了一个专门负责生产装甲运兵车的工厂，计划每年生产大约30辆帕特里亚装甲车，而此次交付的这辆帕特里亚装甲车就是在这个工厂组装完成的。所以对于拉脱维亚来说，这辆帕特里亚装甲车的意义非常重大。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兹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代表着拉脱维亚在实现军事力量本土化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BAE 公司与美国陆军签订了一份价值4.93亿美元的合同。根据合同内容， BAE 公司将为美国陆军继续生产 M109A7、M992A3， 并在2025年8月至2026年7月期间完成规定的生产量和交付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今年7月 BAE 公司就已经获得了一份价值5.79亿美元的合同，要为美国陆军生产 M109A7、M992A3。而且再往前推，今年5月 BAE 公司也曾和美国陆军签署过同样的合同。对于美国如此频繁地让 BAE 公司进行 M109A7 的相关工作，这些合同应该与美国陆军当年提出的 M109 系列车辆改进计划有关。根据 FOV 计划，美国陆军要想实现远程精准射击，就必须要对 M109A7、M992A3 做出现代化改造，而这也是美国陆军实现战力增强的关键一步。
据自由时报8月6日报道，由印度首次举办的跨国空军演习波浪之力2024已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演习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于8月6日至14日在泰米尔纳德邦的苏鲁沃尔空军基地进行，第二阶段于8月29日至9月14日在拉贾斯坦邦的久德普尔举行。在演习期间，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法国、德国、希腊、西班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新加坡和美国这10个国家将和印度一起派出包括 F-16、A-10攻击机等先进战机进行联合军演，另有18个国家在旁观摩。另外，印度还打算借助这次演习的机会，举办工业国防航空展，展示包括光辉战机在内的各种由印度制造的军备，以此来展示印度现有的国防能力。据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7日，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在菲律宾周边海域首度举行联合军演。此次演习共计2天时间，参演部队为空军和海军。演习内容则包括海空联合反潜行动、直升机跨舰起降以及海上补给等多个项目，旨在加强各国部队之间的互通性。需要注意的是，近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在周边海域的军事行动明显增加。如8月2日，菲律宾与日本在该海域举行双边演习；7月31日，菲律宾和美国也举行了类似的演习。另外，菲律宾还与越南在马尼拉湾举行了首次联合海岸警卫队演习。据自由时报8月5日报道，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在环太平洋军演中展现了最新的未来航空联队。该联队主要由 F-35C、FA-18E/F Block 3超级大黄蜂、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EA-18G 咆哮者以及 MH-60RS 海鹰反潜直升机组成。据悉，这已经是第2次在卡尔文森号部署未来航空联队。除了将各战机的先进能力进行系统整合之外，还将增装3款新型装备。第一款是由 FA-18E/F 超级大黄蜂携带的 AIM-174B 远程空对空导弹，它由标准6导弹改进而成，其射程远远超过现有的 AIM-120C 型导弹，甚至超越冷战时期的 AIM-54凤凰导弹，重新带回美军战术中的外围空战概念。这种远超距离的射程优势，大幅提升了美国海军航母的防御范围。第二款是 AGM-88F 反辐射导弹，这款导弹配备了多模式导引头和 GPS 定位功能，能够打击地面、移动和固定目标，大幅提升航空联队的攻击能力。第3款是 EA-18G 咆哮者将接收的最新 AN/ARQ-249V1 电战夹舱，这是美军下一代干扰机系统中的中频段系统，其功率是旧款 ARQ-99FV 的10倍，不仅能够执行复杂的电子战攻击，还赋予了相应的网络战能力。这支新型联队的出现，代表着美国海军战力已更加强大。据战区8月5日报道，美军正在使用 B-1B 轰炸机测试一款新型外部武器挂架，该挂架名为负载适应模块化挂架。B-1B 是美军的老牌轰炸机，服役至今已有数十年之久。该战机的设备机能逐渐老化，再加上维护成本极其昂贵，美军已经为其制定了退役计划，将陆续为 B-21 新型轰炸机让路。但是在 B-21 完全服役前， B-1B 仍将是美军重要的远程打击火力。如今随着 LAM 的开发， B-1B 又将具备更加独特的优势。 LAM 有望大幅提升 B-1B 的载弹量，为其携带高超音速武器奠定基础。据波音公司透露， B-1B 最终可实现安装6个 LAM， 而每个 LAM 可携带2枚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增程滑翔体和空气吸入式。这也就说明，仅仅一架 B-1B 就能够携带12枚高超音速导弹，这将大大增强 B-1B 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除了高超音速导弹之外， LAM 还能提升 B-1B 搭载现有常规武器的能力。如当 B-1B 挂在 LAM 之后，至多可携带144枚小直径炸弹，其中48枚挂载于外部。这种灵活性使 B-1B 能够适应更多的任务需求。当然，尽管美军对 LAM 的期望很高，但其将要面临的挑战也不少，如预算紧缩、技术瓶颈等，都会影响到未来的部署工作。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允许乌克兰以任何方式战斗来加速战争的结束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